今天我们讲个更刺激的，开发商如何通过担保承诺破产，让 EB5 投资人颗粒无收。EB5 投资人必看的开发商圈钱的10大套路。有些 EB5 项目还没开始建，投资人的钱已经被开发商安排的明明白白了。开发商是怎样通过账面游戏，让 EB5 的钱还没有开始用，就先补贴给了他们自己的利润？担保与资金安全问题，虚假担保合同，不少开发商为了安抚投资人，会拿出一份所谓的担保协议，声称到期还款有保障。可问题是，签担保的往往不是实力雄厚的母公司，而是一个净资产极低的子公司或者壳公司。等到项目出事，这家公司连办公桌都没几张，根本没有任何偿还的能力。记得有一个项目，JCE 是和担保公司都是刚成立的公司，还说担保方有1个亿的净资产，LTV 小于60%等，这些数字很难衡量。如果你真的想仔细查验的话，让他们提供担保公司的3张财报，担保实力会一目了然。再或者做这些根本落实不了的担保合同，比如条件担保、可撤销担保和有限担保。有一个项目用总部非常有实力的集团公司做 EB-5 贷款的还款担保，但担保的条件是项目公司有诈骗或挪用资金时，集团公司才会承担担保的责任。竣工资金没保障，EB-5 融资通常只能覆盖部分施工项目成本，后续必须依赖银行贷款或新资本的注入，但开发商往往不会告诉投资人后面资金没着落。一旦市场环境变差，银行拒绝放贷，新资金进不来，项目就会停工烂尾。此时 EB-5 投资人只能干着急，眼睁睁的看着项目停摆。这个时候，要么是项目停工破产，要么项目方再找其他的债权方接盘。破产的危害就不用说了，找其他的债权方接盘，EB-5 投资人一定会被新债权人碾压，想要回这笔贷款真的是难于登天。开发商的经验不足，很多 EB-5 的项目开发商本质上只是中小型的地产商，甚至只是做过二手房买卖或低层商业开发的团队。突然之间，他们为了拿下 EB-5 融资，就把目标定在一个完全超出能力范围的大项目，比如从没盖过超过5层的小楼，却敢启用50层的高层塔楼，比如拉斯维加斯的 Lucky Dragon 酒店赌场项目。开发团队原本没有大型赌场和酒店的建设经验，197名的 EB-5 投资人投入了将近$90，项目建设总成本约1.65亿美金，比最初预算高出了近一半。结果被法院认为项目价值破产前只有$60左右，60万美金左右，最后在法拍清算中只卖了36万美金，原投入的大部分资金几乎蒸发了。很多投资人不仅可能血本无归，还没能获得绿卡资格，申请破产保护。项目真到撑不了下去的那一天，开发商最常见的操作就是申请 Chapter 11破产保护。一旦进入破产程序，所有债权人都要排队重组。EB-5 投资人通常是最劣后的债权人，只能被迫接受打折回款，甚至颗粒无收的结局。就像上面说的酒店赌场项目，破产重组后估值只有3600万，前面还有近9000万的高级贷款，基本轮不上 EB-5 的投资人说话了。
目前有很多个 EB-5的酒店和度假村项目，在资金断裂后，开发商选择 Chapter 11破产保护，以拖待变。投资人发现自己既不能退出，也拿不回资金，只能在破产法庭上排队等待，最后所剩寥寥无几。说到底，EB-5开发商的套路只有一条：把风险转给投资人，把利益留给自己。要想不上当，投资人必须记住3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看懂文件，不听忽悠。第二，查清履历，不信承诺。第三，避开高大上，不要从众。在EB-5行业里，越是讲得顺的项目，越可能藏着弯。记住了，EB-5的项目很重要，但你的本金更重要。